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Mandarin Pod 普通话播客，我是主持人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。玛丽，你今天看起来精神特别好，是不是偷偷去练了什么神功了？周洋，你太会开玩笑了。不过，你正好说到了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小时候有没有披着床单，想象自己是一个会飞的大侠？当然有，哪个男孩子没有这样的梦想呢？手里拿一根竹竿当宝剑，嘴里喊着哈嘿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这都是那些功夫电影害的。没错，说到功夫电影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中国功夫。对于很多外国朋友来说，功夫这个词充满了神秘感，甚至有点魔力。是的，而且这种神秘感常常带来一些有趣的误会。我想，我们很多在国外的中国朋友，或者有外国朋友的中国人，肯定都被问过一个经典问题。我猜猜，是不是你会功夫吗？完全正确。玛丽，你被问过多少次？数不清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做交换生，我的寄宿家庭的男主人，一个非常友好的大叔，知道我是中国人后，眼睛都亮了。他非常认真，非常小声地问我：“玛丽，你会功夫吗？就是成龙那种。”他是不是还做了几个经典的龙爪手势？他真的做了。我当时又想笑，又有点不好意思，只能告诉他，很抱歉，我不会功夫，我连体育课都很少及格。他当时那个失望的表情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他可能觉得一个不会功夫的中国人，就像一个不会做汉堡的美国人一样奇怪。我完全理解，我也有类似的经历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揭开中国功夫的神秘面纱，聊一聊那个最大的误解，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像电影里一样，是隐藏的武林高手？没错，首先，我们要在这里郑重的、正式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不是的，绝大部分中国人，包括我和玛丽，都不会功夫。是的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那么，周洋，你觉得这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呢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功夫高手？我觉得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功夫电影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尤其是3位国际巨星李小龙、成龙还有李连杰。对，这3个名字在全世界都非常响亮。李小龙的电影，比如《精武门》，让功夫这个词和他的经典叫声一起传遍了世界。他不仅仅是一个电影明星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。是的，他把中国功夫的哲学和力量感带给了西方观众。他告诉世界，功夫不只是打架，它关乎速度、力量、技巧，还有精神。然后是成龙，他的电影风格非常独特，把功夫和喜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我最喜欢看成龙的电影了，他总是在非常危险的环境里，利用身边的任何东西作为武器，比如椅子、梯子、衣服。打斗场面既紧张又搞笑，而且他从来不用替身，所有危险动作都自己完成，让人非常敬佩。对，成龙的电影让功夫变得更亲切、更有趣。而李连杰呢，他的功夫动作非常标准、漂亮，有一种古典的美感。
他演的黄飞鸿、方世玉这些角色，都带着一种中国传统大侠的气质。所以，正是这些电影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，给全世界的观众塑造了一个印象：中国人都会功夫。电影里的英雄们飞檐走壁，一个打10个，太厉害了。观众们自然会觉得，这在中国可能是一种很普遍的技能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电影的传播。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和功夫这个词本身有关系。在中文里，功夫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比武术要广泛得多。哦，这个有意思，你说说看。在中文里，我们说一个人有功夫，不一定是指他会打架，他的本意是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练习而达到的一种高水平的技能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你能举个例子吗？当然，比如一个厨师，他切菜的刀工特别好，能把豆腐切得像头发丝一样细，我们会称赞他刀工很有功夫。再比如一个书法家，他写的毛笔字特别漂亮，我们也会说他的书法功夫很深。所以功夫的核心是时间和努力，它不一定和武术有关。就像我们学习中文，如果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中文，别人也可以说你中文很有功夫。完全正确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功夫，但这个功夫就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武术了。武术，武就是战争战斗的武，术是艺术技术的术，这个词听起来就专业多了。是的，武术才是指那些我们熟悉的，比如少林拳、太极拳等等。学习武术需要从小开始，经过非常艰苦的训练，就像学体操、学芭蕾舞一样，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能。所以会武术的人在中国也是少数。这么一解释，逻辑就清楚了。大家以为的功夫其实是武术，而武术是一项专业技能，不是人人都会。这就像不是每个巴西人都会踢足球，不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打篮球一样。没错。不过虽然不是人人都会，但武术文化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。玛丽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中国很多公园的早上都会看到很多人在慢慢地打一种拳？当然，我奶奶就每天都去。他们穿着宽松的衣服，动作非常缓慢柔和，配合着呼吸，看起来特别宁静。对，这就是太极拳，它是武术的一种。但现在更多的人练习它，不是为了格斗，而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修养身心，我们叫养生。养生，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词，就是保持健康的意思。所以太极拳现在更像一种健身运动。可以这么理解，它强调以柔克刚，动作缓慢，注重身体的平衡和内心的平静，所以特别适合老年人练习。这其实也是功夫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它从一种战斗技巧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健身方法。除了太极，一说到中国功夫，大家肯定还会想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少林寺。电影里少林寺的和尚个个都是武功高手。真实的少林寺是怎样的呢？问到点子上了。少林寺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地方，在中国的河南省。它被认为是禅宗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之一，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它在中国文化里地位非常高。那里的和尚真的都像电影里一样厉害吗？
少林寺现在有一部分是武僧团，他们是真正练习少林功夫的僧人，他们的功夫非常厉害，但这也是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得来的。他们的生活非常规律，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练功，比如练习基本功，学习拳法和棍法。听起来就像是功夫界的国家队。哈哈，可以这么比喻。但是现在的少林寺也变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了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去参观，所以你如果去少林寺，看到的更多是游客，而不是飞来飞去的武僧。不过他们会有功夫表演，展示真正的少林功夫，非常精彩。看来现实和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聊到电影，我们就要聊聊那些最神秘、最让人好奇的东西了。比如，电影里的大侠们好像可以轻松地在天上飞来飞去，或者在水面上跑。这个叫轻功，对吧？这个是真的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很抱歉要再次打破大家的幻想了，轻功不是真的。人类是不能克服地心引力的。经过训练的武术家，他们的弹跳能力、平衡能力和奔跑速度肯定比普通人强很多。他们可以轻松地跳上很高的墙，或者在狭窄的屋顶上快速奔跑。但这和电影里那种完全无视重力在空中漫步的轻功是两个概念。除了轻功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叫气功。电影里高手可以把气聚集在手上，然后隔空打倒敌人。这个气到底是什么？气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非常古老和重要的概念。古人认为，气是构成世界和生命的最基本能量。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流动，就像血液一样。如果气的流动顺畅，人就健康；如果气堵住了，人就会生病。这听起来有点像中医的理论。针灸好像就是通过针刺穴位来调节气的流动。非常正确。中医和武术很多理论是相通的。气功就是一种通过特定的呼吸方法和身体姿势来感受、控制和调节体内气的练习。真正的气功练习者确实可以达到一些让人惊讶的效果。比如，冬天只穿很少的衣服也不觉得冷，或者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强壮。那么隔空打人呢？这个就是艺术夸张了。气功主要是用来强身健体、提升精神力量的。把它描绘成一种可以发射出去的能量波，这是武侠小说和电影为了增加观赏性而进行的创作，现实中是没有的。又一个幻想破灭了。轻功是假的，气功不能用来攻击。那还有一个我一直觉得最酷的，叫点穴，就是高手用手指迅速地在敌人身上点几下，对方就动不了了，或者笑个不停，或者哑了，然后高手再点几下，又恢复正常了。这个总该有点科学依据吧？毕竟中医里有穴位这个说法。你的思路很对，点穴确实是基于中医的经络穴位理论发展出来的。中医认为人体上有很多穴位，它们是气汇集和流动的关键节点，连接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。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做按摩或者针灸时，医生会按压或针刺的那些点。有时候按一个地方会感觉又酸又麻。对，就是那些地方。在武术理论中，某些穴位确实是人体的薄弱点。如果用力击打这些特定的穴位，
的确可以造成剧烈的疼痛，甚至暂时性的影响对方的行动能力，比如让他感觉麻痹、呼吸困难。所以点穴是真的？我只能说，它是部分真实的。击打穴位造成伤害是可能的，但绝对没有小说和电影里那么神奇。轻轻一点就让对方全身不能动，过一会儿再一点就完全复原。这种精准可控的效果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，这更像是一种传说和文学创作。我明白了，所以轻功、气功、点穴这些功夫里最神秘的元素，现实中要么不存在，要么被极大的夸张了。现实中的武术更多的是技巧、力量和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。正是如此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神秘元素是假的，就觉得中国功夫是假的。恰恰相反，去掉了这些神话光环，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武术真正的核心精神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功夫的话题，从电影的误解聊到功夫这个词的真正含义，再到轻功、气功的真相。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，能帮助各位听众朋友对中国功夫有一个更真实、更全面的了解。是的，下次当你看到成龙的电影，你可以一边欣赏他精彩的动作，一边告诉身边的朋友，嘿，我知道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，但真的很酷。而且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像他一样会功夫哦。哈哈，一定会很有趣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